大家好，这一节我们来创建一个标准的角色身体。我们先打开 Steam， 找到我们的 Floyd Studio。我们来讲一下需要做哪些事。我们创建一个新角色，然后这里由于我们只需要角色的身体，不需要衣服啊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直接把它去掉。我们在头发这边把头发去了，身体这边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身高，这边它默认是1.6米，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然后服装这边，这样在每一个服装这边把它去掉。这些应该都是没有的。角色选一套，袜子去掉。但这边鞋子我们需要保留一个，因为如果没有穿鞋子的话，角色的身高和穿了鞋子的是标准身体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把鞋子加上，然后之后我们会在建模软件里面把它给去掉。我们加一个比较容易删除的鞋子。好，做到这一步呢，我们需要大家自己去调整一下角色面部的一些细节。可以单独调整，这边是单独调整眼睛，然后眼睛里面的各种细节，比如说瞳孔啊、睫毛啊，各种东西都是可以调整的。大家调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再继续。好，这边我是自己调整了一下这个面部，其他的都没有变化。我们另存一下，这个模型以后还会用到，大家自己找一个地方把它存一下。就叫 model girl。好，现在我们来导出，我们点这边这个 export as VRM， 这边有一些参数我们不用动，这边选 VRM 1.0。起个名字，然后这边作者名字需要填一下，其他的都不用填了。我们点导出，找到自己的地址，点保存。好了，这边可以关掉。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工程，我们找个地方给它放一下。由于现在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美术资产，我们把它放在这个 My Animation Resource 里些内容目录，在这边新建一个文件夹，叫做 Mesh。好了，这边我们来放网格体。然后再新建一个文件夹，这里面叫 character。再新建一个文件夹，叫 base girl。好，我们把文件放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来找一下。我们需要找的是导出的这个 VRM 格式的这个文件，把它直接拖到我们的文件中。好，安装完那个 VRM for you 插件之后，拖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直接有这样一个对话框，可以直接导入。我们这边稍微看一些参数需要调整的，再把这个高级打开，我们只看一些需要调整的参数。
我们需要把这个 generate IK bone 给我选上，它有助于我们后面做重定向动画。把这个给取消掉 ，BC7 是一个高质量的贴图。好，差不多，其实没有什么需要调的，大家直接 import。好，现在导入进来一堆东西啊，大家不要慌，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些到底是些啥玩意儿。首先，我们最重要的是自动生成的这个骨骼网格体以及它的骨架。我们看一下骨架、骨骼树，我们可以看到它包含的是比较标准的一个 root， 然后一个 hips， 然后1段、2段、3段，3段的胸腔，然后脖子、头，然后它有2个眼睛的骨骼，然后这边是一段手，这边是另一段手，然后胸部的一些骨骼，下肢的另一段下肢，然后还给我们自动创建了和UE中默认角色一样的一个 IK 骨骼。好，这就是我们的骨骼。关掉，我们保存一下，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材质。这边自动创建的是一系列的材质实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这些，全部都是应用于我们的骨骼网格体上的材质实例。我们之后会把这些东西给替换掉。现在呢，由于这个画面看着太脏了，我们把它进行一些分类。我们把所有的材质实例和贴图暂时先移到我们新建的这个文件夹里面，这样看起来会清洁一些。先把所有的材质实例选上，选择移动，然后这边大写的 T 开头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贴图 T01， 比如说这个是嘴部的贴图，这个是瞳孔的，这个是面部的，这是面部的发线，这是一些辅助贴图啊和那个睫毛啊，这是身体贴图，身体的发线，然后这个是鞋子，这个是 Madcap 吧。总之，我们把所有的这些贴图也都选上，移动过来，我们暂时用不到。然后这个是它，这些是自动生成的一些像证书啊之类的东西，我们也都用不上。我们先给它移动到这里面。好，这是次表面描述文件，也是材质中用到的东西。好，现在会稍微清洁一些，我们一个个看一下剩下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这个叫 Face 的动画序列，我们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动画曲线，这些控制的其实是我们的面部表情，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在这个位置，每一条曲线其实对应的都是面部的一个变形目标，然后在这边这个曲线上去调整变形目标，得到的一系列的表情的一个动画。它这边应该是给我们一个示例，告诉我们可以怎样去使用这个表情动画。我们暂时用不到它，我们之后会自己来做。好，大家如果不需要的话，也可以把它直接删除了。这个是自带的一个后处理动画蓝图，我们用不到它，直接给它删除了。然后这4个是 IK 绑定，用于动画重定向，我们在需要的时候会介绍它。这2个 IK 重定向器是配合这个 IK 绑定来用的，
这个是我们将要用到的重定向器，这个是为 UE4 的角色准备的，这个我们不需要，给它删除了。然后这两个是姿势的资产，这个是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面部的姿势，这边的这个权重调整就可以影响到我们这个角色面部的一些细节。实际上我们也不会用到。这个是一个重定向姿势的姿势资产，我可以打开看一下，就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像这个是默认的一个 T pose， 这个是 A pose， 然后这个是 T pose， 但是两脚是分开的，这个是 A pose， 两脚并拢的。当我们需要做动画重定向的时候，需要匹配一个初始姿势，然后可以用这个来针对不同的我们的原目标进行重定向。好，大概就是这些东西。接下来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网格体做一些处理，我们会用到我们会需要用到建模软件，把角色的这个鞋子给删除掉，然后再把我们的面部给单独的分离出来。好，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给导出一下，我们右键选择资产操作，在这里选择导出，我们找一个位置导出成 FBX 格式，这个我们选择 FBX 2020，然后默认导出变形目标是需要的。好，导出。然后我们打开一个建模软件，我这边是玛雅2025。好，我们选择新建。然后这边建模软件每一步操作我都会简单讲解一下，有不会的话可以跟着做。好，现在我们先找到窗口，设置首选项，打开，在里面找到设置。我们需要确认的是我们的世界坐标系上方向是 Z 轴，因为我们的 UE 中使用的是上方向 Z 轴，然后我们的单位是厘米。好，这没有问题，我们就确定。然后我们找到刚才导出的这一个模型，直接把它拖到玛雅里面。好，我们的视角操作是按住 Alt， 然后按住鼠标中键是拖动，按住 Alt， 按住鼠标左键是旋转。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这个大纲视图里面，我们有一个组以及下面一堆东西，下面这些就是我们的变形目标。我们现在这里可以直接给它删除了。然后我们打开我们这个组，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骨骼和一个网格体构成的。这个骨骼我们现在可以点击显示，点击着色这边有一个 X 射线显示关节，点击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这个骨骼。然后这边我们选中骨骼和这个网格体，按 Shift 加 P， 我们把它从这个组里面分出来，然后这个组我们就不要了。好，现在我们就剩下这两个我们需要操作的物体。然后这里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骨骼，可以看到导入玛雅有一点小问题，这些原本是我们的 IK 的一些骨骼，但是这边它们的名字被修改掉了，我们需要给它改回来。我们看一下 UE 中是怎样命名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叫 IK foot root、IK foot left、right，
，ik hand root， 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拷贝骨骼名称，然后给它粘贴到这边 ，ik foot root。第一个是 L， 第二个是 R 吧，应该。看一下，第一个 L， 第二个 R 没问题。然后这个 IK foot hand， 这个拷贝骨骼名称。拷贝骨骼名称，好，这样骨骼的问题就处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蒙皮是不是对的。我们看到旋转一下我们的骨骼，身体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先来把鞋子给删除了。我们选中我们的骨骼的情况下，按 H 键，H， 这样我们的骨骼就暂时被隐藏了。我们选中我们的网格体，拖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视角，然后我们在这边点右键，按住右键不放，选择我们的面模式。这样我们现在是在面模式下操作，然后我们再按住右键不放，滑到 UV 这边，选择 UV 壳，这样我们可以根据 UV 壳来选中我们的面。像这样，我们可以选中这个鞋子外边的这些面，我们直接点删除 ，delete， 好，这边也是一样的。好，这样鞋子就被删除掉了。我们右键对象模式，然后把我们的骨骼再按一下 H 键打开，我们再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蒙皮是否正常，运动一下，没问题。好，现在我们要做下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面部给分离出来。首先，我们来检查一下面部的变形目标是否是正常的。我们选中网格体的情况下，在这边找到我们这边最下面这个 Blend Shapes， 这个是玛雅中的功能，对应的就是变形目标。然后我们在这边改一下这个值，可以看到我们面部的表情发生了变化，这说明这个变形目标还是没有问题的。好，检查完之后，我们就来开始。同样的，我们把我们的骨骼先隐藏一下，按 H 键，选中我们的网格体，右键面，再右键 UV 壳。我们需要选中我们面部所有的这些东西。当然，这边我们可以反选一下，因为面部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眼睛啊、眉毛啊，各种东西，有很多小东西在。我们这样，先框选，把包含面部以及其他一些部位的身体都选择进来，我们再把这个其他的东西给拣选掉。我们按住 Shift 或者按住 Ctrl，
然后点击一下。好，这边我们现在只包含了头部，但是我们这个头皮这个部分也是跟身体作为一个组的，所以我们也把它给拣选掉。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选中了面部所有的细节，包括我们的耳朵。好，刚刚我们的玛雅崩溃了，我们可能是正版软件的受害者。这样我们自己又重新做了一遍。然后现在呢，我们需要选中我们的网格体，点击编辑，然后选择按类型删除，选择非变形器历史。好，等它删除完，大家可以自行保存一下这个工程文件，防止崩溃啊。然后现在我快速的重新选中一下我们面部。好，我们先把整个面部给删除掉，这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同时选中我们的骨骼和我们的网格体，然后文件，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给保存了。我们导出当前选择，找到我们自己的保存的地方。起一个名字，我们叫 Model Girl Body。导出，这边有个提示，它说明我们刚才在这个删除完之后，没有去把这个历史给删除掉。因为我们现在删除了一些顶点，然后这个时候导致它顶点有一些不匹配。我们先看看有没有问题吧，就它是一个警告，并不是错误。也许如果它有问题，我们再把这个历史给删除了。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只有150K 的大小，它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大家先在这边备份一下，然后我们操作完之后，大家再给它软件关掉，重新打开，就可以回到我们原来的状态。我们在这边点击编辑，按类型删除，非变形器历史。好，完事之后我们再导出一遍，导出当前选择，选中我们刚刚的这个文件，点导出当前选择，替换是。好，现在导出就完成了。然后我们现在这边把我们的面部给撤销回来。好，现在我们的面部又回来了。接下来我们的一步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面部单独的导出来，所以我们把下面的身体给删除掉。我们来选中它们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模式了，只需要这样选中，检查一下，把这个也选中 ，delete， 把骨骼显示出来，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面部，同样的，我们给它删除一下历史，编辑，按类型删除。非变形器历史。好，现在我们检查一下我们面部的蒙皮还有变形目标是不是还是正常的。蒙皮的话，我们就选中骨骼，运动一下，没有问题。面部的非变形目标，我们就在这边选这个，没有问题。好，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直接进行导出了。但是我们观察到，我们现在这个面部它并不需要这么多骨骼，对不对？
这些骨骼都是我们身体的骨骼，我们只需要把影响面部的骨骼给保留下来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决定删除一些骨骼，比如说这边脚部的骨骼，它对面部并没有影响，我们给它删除了。胸部的骨骼也是这样，然后2个手臂，我们不能影响这个，删除 IK 也都不需要，我们在这边把这些 IK 都给删了 ，delete。OK， 这边是不是还剩下一个骨骼？这个，对，我们在层级里面来查看一下，我们只需要跟骨骼、脊椎，脖子，这边还多了一个这个肩膀，也给它删除。脑袋、眼睛，好，我们只需要这一条核心的一条骨骼链，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头部。这样我们就处理完成了。我们选中这2个文件，导出当前选择，这边叫做不要 FK 啊，我们直接叫 face 01。然后这边因为我们需要导出变形目标的，我们在这边找一下，找到动画选项，这边已经勾选上了。如果没有勾选，我们把它勾选上，然后把这里的变形模型、蒙皮、融合变形都勾上就可以了。这边我可能是之前操作过，所以已经选上了，大家应该是没有选上的。然后在下面可以看到轴转化这边上方轴向这边必须得是 Z 轴。好，接下来我们导出当前选择，没问题。现在我们的玛雅就不需要了，我们给它关掉。接着我们把处理好的模型导入到 UE 中，我们打开 UE， 找到我们的模型。同样的，在这个目录下，我们把我们的模型导进来。先把身体导进来，我们看一看这些选项：名称、动画、体、骨骼网格体勾选上了，变形目标也勾选上了。好，没有问题，我们直接导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把那个导入的时候，下次我们把导入材质给删除掉，否则它会给我们一些没有用的材质。物理资产也可以不需要，我们下次也可以删除掉。我们只需要这个骨骼网格体，然后我们把下一个也导进来。我们看一下，找一下导入材质。给它取消掉，我们不需要多余的材质。然后刚才还有物理资产，找一下，这边创建物理资产，我们给它取消掉，我们不需要。好，现在导入，它就只剩下一个面部了。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观察到它的骨骼就只剩下我们使用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我们都已经删除了，没问题。然后这边是它的材质插槽，待会儿我们把材质给指定上。然后在变形目标预览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变形目标也是正常的。然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面部是不能够使用 Nanite 的。我们在资产详情这边有一个 Nanite 的选项。在这儿，对于虚幻引擎 5.5 来说，骨骼网格体是可以启用 Nanite 支持的。但是由于我们要使用变形目标 ，Nanite 的话，它目前并不支持变形目标，所以我们的脸部是不能够使用这个的。好，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身体，检查一下它的骨骼没有问题，然后看一下它的材质插槽，我们这边只有一个材质插槽，身体整体是一起的，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把这边材质给它指定上，我们打开我们原来的这个文件，在这边找到身体的，我们在这边点隔离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材质是属于谁的。我们找到了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材质，我们把它指定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好，同样的，我们把脸部的所有材质也都指定过来。操作还是一样的，我们在这边找，基本上是按照顺序指定下来就可以了。这边我就先剪掉。好，现在我们把所有的材质都指定回来了，我们的这个面部以及这个身体就已经处理完成了，保存。我们先来纠正一些问题啊，主要是这个面部，我们不应该把这个面部导入到我们的这个角色的文件夹里面来，因为这个角色是属于一个标准的身体，面部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配件，我应该给它放到我们的单独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建入一个，这边建立一个 face 的一个文件夹，然后我们把面部给它拖到这边来，移动到这里。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导入这个面部的时候呢，使用的是角色的这个骨骼，虽然它生效的只有这几个骨骼，但是实际上面部的骨骼的信息中仍然包含这个角色的这些冗余的这些骨骼资产。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导入一下，我们点这边用对话框重新导入网格体。你可以看到这边它默认使用的是角色的这个骨骼，我们直接点击清除，然后再导入。好，这边就创建了一个这个我们面部的这个骨骼网格体，可以看到它只包含我们需要的这个网格了。我们可以看到骨骼的属性中已经是我们新指定的骨骼了。好，重新打开之后它就正常了。好，没问题。我们顺便说明一下材质的一些问题。大家使用插件导入的材质是像这边这个插件默认的材质，它是一个自发光着色的二次元风格的一个渲染。然后我这边演示工程的呢是自己制作的一个材质，使用的是 UE 的 PBR 的着色模型。然后主要区别有两个，一个是在光线比较弱的时候的表现，我们把这个场景中的这个光源给它关掉。我们可以看到默认材质的话，由于它是自发光的一个模型，它在晚上会显得特别的亮。然后这边我们自己做的这个表现呢会更加好一些。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性能问题，我们把这个光照这里点一下，选择我们的优化视图模式，然后选择着色器复杂度。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越绿代表的是性能越好，越红到紫代表的是性能越差。我们这个默认的渲染材质，它的性能一般，不是特别的好。好，我们改回来。然后我们说一下我们所有的材质，包括角色使用的，然后这个地形使用的，静态网格体使用的，会在我们的材质篇中统一的进行讲解，大概就在我们的角色篇之后。所以大家可以暂时先使用这个默认材质，然后在我们角色篇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把大家一起做的这些插件，包括我自己使用的这个材质都给到大家。好，大概是这么个情况。